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taWorks 的小江老师。终于又到了我们知识型 YT 开箱的时间了。今天就是要开箱各种打磨的工具给大家看。那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常常打磨到腰酸背痛呢？腰酸背痛不就是要打那个控把控孔？对，阿妈棍痛，又这个酸痛，脊骨神经痛，搁啥物痛？椎间盘移位，车卡控把控孔，控把崩。那我现在刚好在做百事的 GK， 所以呢，我就顺便呢分享一些在制作 GK 常用的手法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大家都知道 GK 呢是一个打磨地狱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也会针对打磨这件事情呢，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怎么样轻松快速的做好打磨这件事情？我们在做 GK 的时候啊，你一般买到的 GK 都会有这个注料口。那这个注料口啊，我的习惯其实还是用单刃切口钳。那虽然说我们官方说这个切口钳不能剪 GK， 其实是可以的，只是说我们在剪的时候啊，要分段剪，就是你不能一次剪到底。一次剪到底呢，它的那个剪力会过大，剪力过大就会比较容易伤害单刃的切口钳，所以一般单刃切口钳呢，官方都会说不可以拿来剪 GK。那其实你看这个剪起来还是很顺。然后我们会剪到什么程度呢？剪到几乎最好越少越好，就是几乎是一个贴平的程度。能剪掉多少就尽量去把它消除。好，那像这边已经有点难剪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用笔刀去把它削掉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偷懒的做法，就是呢，使用电动工具。那修注料口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需要2个东西。第一个呢就是大卫400，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准备补充包的这个320号的这个海绵砂纸。那这个要做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注料口很多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只要准备这个海绵砂纸加大卫400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处理掉这些汤口。那为什么要准备海绵砂纸呢？因为它这个平面呢，它是硬的。那你在打这个面，如果没有一个缓冲材的话，你会打起来很不顺手。可是如果你只要有这个海绵砂纸夹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修磨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粘上去。那一般在修注料口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是要大量的切削，假设你没有电动工具，那你就先把你的海绵砂纸2张对面，这样把它粘起来，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厚度比较充足的打磨棒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用手这样去做一个切削，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大量的研磨。好，那你这样磨一下下，它也是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剪得很平，所以磨一下下就没有了。那这个动作其实已经很方便了，可是如果你要更方便的话，我们现在做另外一种做法，就是搭配电动工具。那这个我故意把它贴超过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确保整面都有双面胶。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把双面胶撕起来，不要全部撕掉，你只要撕一小段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砂纸贴上去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完成了一个像电动牙刷的这个海绵棒。那 D400呢，它可以控制它的转速。如果这厚度很厚，我们就稍微再开强一点点。那你记得不要打偏就好了。好了，大概就是打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你看我们只要就是在你不需要手动的状况下，轻轻的晃一晃，这个注料口就修平。所以
在你制作上呢，它会提升你很多的效率，然后帮你省掉很多的力量，这样。是不是？刚刚你有没有发现，用这个也可以修？但是当你有200-300件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发现，如果你有电动工具，做起来就会更轻松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卡榫啊、粉尘啊，我们就再用这个，这个吸尘器真的超级好用。那记得不要把零件吸进去就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分享表面处理。那像这种比较大的面呢，我们为了要快速检查它有没有收缩，所以其实呢，你还是可以直接用这个320或400号直接打一整个平面。那假设你发现它没有收缩，或者是没有内凹，你就不要再一直磨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降低它的磨痕。你可以自制打磨棒，譬如说这是400、600，然后呢这个是800、1000。那你600号直接这样打，降低磨痕，然后800也是用转圈圈的方式降低它的磨痕。这边1000再修完。那原则上这个面呢就很完整、很漂亮。那很多人都会想说吸面怎么办？吸面假设它本来就很漂亮，你就不要再去切削它，你只要稍微用1000号或者是800号去除它表面的一些小颗粒，它就不会因为你在打磨的过程把吸面磨坏。假设它没有瑕疵，你千万不要去切削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真正的打磨地狱，因为刚刚修注料口啊，只是为了甲组先把这些注料口修干净。那接下来你每一个表面要打磨到800、1000号的时候呢，就会很累。所以呢，我们出了这个冲孔型砂纸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要做 GK。你只要有了这个 MAD 冲孔型的海绵砂纸，打磨从此不是地狱。我来示范给你看一下。那这个海绵砂纸冲孔型的呢，它一样有320、400、600、800、1000，黄、红、蓝、橘、绿。那这个东西打开呢，你会先发现，有一个袋子，有送你一个小棒棒。那你打开呢，你就会发现，有320、400、600、800、1000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把这个小棒棒啊，装在这个砂纸上面，这样粘住，然后装在你的电动工具上。那很多人都会问要用哪一种电动工具？那其实你就是开低转，不要暴力修磨就好。那假设你有这个东西呢，你就顺着这个面去跑一下。那400号最重要的是处理掉大瑕疵跟有没有收缩。假设都没有的话，你400就不要一直磨了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不只有一支电器，我有2支，因为这个400号用完，马上就要接600。其实我还要再买2支，我就可以800、1000直接磨到底，因为我连这个头我都懒得换。然后呢，你400修完，600是在降400的这个磨痕嘛。那一般 GK 我们其实只要修到800号，你去上色的时候啊，就会没有什么瑕疵了。然后800号是在降低磨痕，所以你的转速呢可以稍微低一点点。所以刚刚在跑也是照顺序400、600、800。对。所以基本上你不管你是用电动的还是手动的，都是400、600、800。可是你有更大的瑕疵，例如注料口大量切削，你就可以用320。这个时候呢，透过电动工具呢，我们已经解决了80%需要打磨的地方。而且呢，你看我只要维持一个就是比较轻松的坐姿，然后手呢只要这样子轻轻的晃动，你就可以完成修磨这个事情，非常的轻松。但是难免会有一些凹凹凸凸、高高低低的地方需要手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这个 MT12这种金属的打磨棒。那你如果觉得太小只呢，你也可以准备这个 MT18这一种
金属打磨棒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把这个自粘的砂纸，这里一样，因为 GK 我通常是做468啦。那你如果塑胶件要做到1000或者是民用，你再往上做，那你把这个自粘砂纸呢贴在这个金属打磨棒，你就可以去修一些细节的地方。那你们在切这个的时候啊，小心不要切到自己的手。它这里会凸出来一点点，这里会凸出来一点点，你们就反折就好了。有时候呢，它还可以伸进去沟槽里面做一些细部修饰。那一样，我们有400、600跟800号。那这种沟槽有没有？你就用这种金属打磨棒，400号一样把大的瑕疵修掉。或者是不平的面整一下。那600的功能呢，它一样可以去除一些很小的颗粒，然后顺便降低400的磨痕。然后再来800号，把600的磨痕再降得更低。那透过刚刚电动工具搭配一些这个手动的工具使用啊，我们就100%完成了这个修剪，是不是非常的轻松？那大家会觉得啊，这个东西才这样一下下而已，我全部用手修啊。麻烦你们看一下这边，它总共有100-200个零件，全部要这样修。所以呢，电动工具真的可以有效的解决你这个打磨的困难。那尤其是搭配了这种抽孔型的海绵砂纸，因为海绵这个缓冲的这个阻尼啊，可以让你在各种的曲面上面去跑。那我们找一个有内缩的曲面磨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像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是有一点点弧度的曲面。假设你的砂纸是直接贴在这个圆板，你去打它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把这个造型打坏，而且你的金属片的这个圆距啊，也会打坏你的零件。但是呢，透过这个海绵的这个缓冲，你就可以顺着这个面，然后轻轻的这样去带这个弧度。你同时可以把弧面上的瑕疵修掉，而且不会破坏它的这个面的造型。所以这个海绵呢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你们在修磨的时候，难免会遇到一些，譬如说这种弧度啊、内缩、内凹比较大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那个最薄的那个海绵砂纸，它是2AM，你就可以用那个东西去修这个弧面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有准备这个盒子，这款就是我们最薄的海绵砂纸。那你就可以利用它这个薄度嘛，你就可以去修这种弧面。如果你没有把握用电动工具把这个弧面修好，你就用这种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瑕疵处理掉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经常处理这个表面怎么做的方式。那如果你有比较浅的收缩呢，就用我们的黑色水泥要把它填平，然后它干了以后呢，你就用320去打一打，然后再400、600、800。那如果比较厚的坑洞呢，那你就可以用补土 ，AB 补土啊，各种补土，然后挖一个洞让它深一点，附着力足够，干了以后再把它切小掉。那原则上这几个方法呢，就可以让你的表面修得非常的精致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分享一下我这次用的这个电机啊，就除了 GIC 以外，我还用了这个达威最新的这个365。那它在打拼呢，有非常棒的一个效果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打拼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会准备砖头，确认一下这是1.5的，准备一下一个铜棒，你还要准备一张这个离心纸、黑胶，等一下会用得到，还有牙签。那五金行就会有卖这种剪铜棒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打一个pin给大家看，因为 GK 经常是没有这个卡榫可以让你结合。用电动工具打pin的时候呢，就是要高高低低，让它排穴一下，你不可以一鼓作气打到底。那每一个电钻呢，其实都可以打pin，只是说这一款呢，假设你要打很深的pin，
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故意随便钻一个洞给大家看。那这款电机呢，它是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有扭力补偿的，所以你看它在钻的过程啊，它会很顺，可以钻到那么深，钻到整个砖头都卡进去，都没有停住。那你们在弄这个的时候啊，还是要记得要排穴一下，不然它会因为穴卡住，并不是扭力不够，砖头会断掉。对，你看，非常的轻松。哎呦，差点过头，太顺了。那大家一定会想说，这个砖头这么细，每一把钻起来都是这么轻松。那我们来找一颗粗一点的砖给大家看看。那我们现在换成这个2.9的砖头，已经很粗了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你看哦，它的声音不一样，因为它现在有感觉到，这个东西好像比较难钻一点点，所以你看，它现在就扭力补偿就出来了。那一样，现在穴太多会有卡穴问题，所以我们要进出。那现在穴已经太多，有没有？卡在这最上面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把穴带掉一下。所以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2.9 mm 的砖头，然后1点多公分的厚度，它可以这么轻松的贯穿。所以呢，365平常呢，它可以用来做这个细部的修磨、表面修磨。但是当你需要扭力补偿的时候呢，它也可以有这个足够的扭力让你去复力。那这一款就是非常的轻手，可是却有扭力补偿的电机。那如果大家需要，也可以去市面上购买。那我个人用起来非常的顺手。如果假设你没有需要这个扭力补偿，你用这种便宜一点的这种 GIC 的电机，它也可以做到表面修饰、抛光、研磨，都很好用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啊，一台 GK 都有200-300片以上的零件。那这么多的零件呢，你要做全面的打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合适的搭配电动工具可以让你省下非常多的力气，甚至可以让你的肩颈不要那么酸痛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说320它是属于强力切削。比较大的收缩或者是瞬间胶，你可以用320号。那400号呢，它的切削力也蛮强的。那例如注料口啊，或者是轻微的收缩，你就可以用400号。那这两个打磨完以后呢，都会留下比较明显的磨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用600号跟800号，甚至是1000号，我们把这个磨痕细致化。那只要在合适的状况下，你选择了对的砂纸，那你的打磨就会非常的有效率。那么搭配各种工具的使用，也会让你的整个修磨的效率提升很多。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